米洛是收容所的一只小猫。当这只小猫被第9次送回收容所时，工作人员开始担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名新员工对这只小猫产生了好感，决定把它带回家。然而几天之后，新员工发现的真相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那天，收容所非常忙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四处奔波，照顾动物，处理领养手续。虽然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中，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繁忙的工作节奏，但米洛的再次回归引发了不少讨论。起初，米洛几次被送回来时，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事件。工作人员虽然有些惊讶，但依然充满信心，认为他们一定能为这只小猫找到一个理想的家。然而，随着米洛多次被退回，大家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工作人员们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即将发现一个震惊的真相。这个发现可能让米洛永远找不到家。米洛和他的4个兄弟姐妹一同被送到收容所，他们当时只有3个星期大，没人知道他们的妈妈发生了什么。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路人保罗发现了这些被遗弃的小猫，把它们带到了收容所。失去母亲的小猫们挣扎着求生，没人知道它们独自待了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母亲的照料，它们面临着许多挑战。母亲的乳汁不仅提供营养，也帮助小猫学会必要的社交技能，而这些技能对于它们未来的生活至关重要。收容所不敢怠慢，全力照顾这些小猫，确保它们能够健康成长，最终融入充满爱的新家庭。米洛的兄弟姐妹们适应得很好，他们彼此相处融洽，和人类也十分亲近，个性活泼可爱。等到他们足够大时，很快就有许多人对他们产生了兴趣。不到1周，这些小猫全都找到了新家。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感到任务完成得很好，认为之后可能只会偶尔收到领养者发来的照片或更新信息。然而几周后，米洛的新家人却把他送了回来，边抱着小猫边低声解释，说没意识到他们的女儿对猫过敏。收容所对此并没多想，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米洛，心想他这么可爱，很快又会找到新家。米洛年纪还小，外面有很多人想领养小猫。第2个家庭收养了米洛，虽然米洛待的时间稍长一些，但1个月后，他们也把他送了回来，解释说米洛需要的照顾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他们觉得让他继续留在家里不太公平。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交换了一些眼神，觉得这个家庭的理由有些牵强，但他们还是再次接纳了米洛。毕竟，他们也理解米洛没有母亲照顾，可能会更依赖人。然而，一种奇怪的模式逐渐显现出来。接下来的几次，米洛被领养后又被送回来，借口越来越薄弱。有人说过敏，有人说没时间照顾猫，大家不禁开始怀疑：难道这只小猫真的如此倒霉？收容所从没遇到过像米洛这样的情况。米洛在收容所里总是很乖巧可爱，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可是，为什么他总是找不到一个永久的家？而那些送他回来的家庭，为什么每次都显得有些不太诚实？当米洛第9次被送回收容所时，工作人员们已经开始感到挫败和困惑。为什么米洛总是很难找到一个永久的家？工作人员决定暂时不再急于为他找新家，而是先观察他在收容所的表现。然而，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任何帮助。米洛在收容所里表现得非常好，他会主动走到笼子前迎接工作人员，喜欢被抚摸肚子和享受零食。没人在意他时，他也能安静地睡觉。
这一切似乎都毫无道理。当艾米丽，收容所的新培训生，第一次见到米洛时，她立刻被这只小猫吸引了。听到米洛多次被送回收容所的经历，她感到心碎。她觉得这只可怜的小猫一定感到非常不安，去到新家却不断被送回收容所。艾米丽从小在一个养了许多宠物的家庭里长大，她很早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想要从事与动物有关的工作，所以当收容所的工作机会出现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进入梦想职业的机会，希望能改变那些被遗弃动物的生活。在了解米洛的故事后，艾米丽下定决心要弄清楚为什么这只小猫总是被退回。然而，随着她对米洛越来越了解，她脑海中冒出的另一个想法却挥之不去：她自己是否可以收养米洛？她相信自己可以给这只小猫一个稳定而充满爱的家，一个她一直渴望却始终未能拥有的永远的家。艾米丽告诉了父母自己想把米洛带回家的想法。起初他们有些犹豫，他们不仅要再添一只宠物，而且这只宠物曾被退回那么多次，这让他们不禁怀疑其中是否有他们不知道的原因。父母担心这些原因可能会打破家中现有的和谐。艾米丽说服了父母到收容所去见米洛。当他们看到女儿和米洛在一起时，开始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米洛看起来是一只温顺的小猫，而艾米丽则全心全意想要给他一个好的生活。最终，父母同意让米洛加入他们的家庭。艾米丽为米洛准备了所有需要的东西，从舒适的床铺到各式各样的玩具。他的父母也对米洛十分喜爱，给了他很多关注和宠爱。起初，米洛似乎慢慢适应了新家，虽然有些警惕，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他短暂的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变动。他和艾米丽及其父母互动融洽，但却始终与家里的其他宠物保持距离。家人们知道，介绍新宠物与老宠物认识需要慢慢来，所以他们先将米洛与其他宠物分开，让他有时间适应新环境。然而，几天后，米洛的行为开始变得古怪，他变得不再那么亲近，反而显得疏远，甚至避开了家人。艾米丽和她的父母理解，小猫可能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而感到焦虑，他们很有耐心，给了米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他们相信他会慢慢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是安全的，并重新变得亲近。果然，米洛渐渐开始打开自己，似乎感觉到这个新家庭不会放弃他。他允许艾米丽抚摸他，也开始愿意一起玩耍。看起来，米洛终于拥有了他应得的幸福生活。接下来，他们准备让米洛与其他宠物见面。然而，尽管一切看似顺利，艾米丽仍然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似乎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一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米洛突然消失了。艾米丽找遍了整个房子，却找不到米洛的踪影。虽然米洛之前偶尔会躲起来，但这次他不在任何平常躲藏的地方。艾米丽试着呼唤他的名字，摇晃零食袋，挥动玩具，但都没有效果。他心中开始焦急，唯一的结论是米洛可能已经不在家里了。一股恐慌袭来，米洛还没完全适应新家，更不该单独外出。艾米丽开始四处寻找，毫无结果。街上没人见过这只小猫，她心情沉重，挂满了寻猫启事，并扩大了搜索范围。当晚，艾米丽心碎地回到家，筋疲力尽，但依然没有找到米洛。正当她准备打电话给收容所报告米洛失踪时，手机响起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她心中充满希望，
急忙接起电话，期待那个人会告诉他看到了寻猫启事并有线索。电话那头的男子告诉他，他找到了米洛。听到这消息，艾米丽差点喜极而泣。然而男子的语气听起来却非常紧张，不愿在电话中透露更多细节。艾米丽的脑子里充满疑问，她迅速跳进车里，赶往那名男子的家。当她到达时，不需要敲门，男子已经站在门口，神情焦虑。他默不作声地带着艾米丽进了屋。艾米丽看到米洛被关在厨房里的笼子里，看起来既悲伤又焦虑。男人解释道，米洛那天早些时候突然出现，起初他觉得这只小猫非常乖巧，直到他的狗过来查看情况，就在一瞬间，米洛攻击了狗。幸运的是，男人及时把它们分开，并将米洛关进了笼子，以防止进一步的伤害。他带着狗出去散步，让自己冷静下来。本打算把米洛送回收容所，但在路上，他看到了艾米丽贴的寻猫启事。艾米丽感到震惊，她从未见过米洛表现出任何攻击性。但如果男人所说属实，那么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能冒险将米洛介绍给家里的其他宠物。艾米丽抱歉地把米洛带回家，并计划第二天一早就将他送回收容所。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思绪纷乱，担心米洛的未来。没有人曾提到过米洛的攻击性，但他回想起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曾提到过他以前的主人们有多么模糊和回避，似乎没有完全说出真相。第二天一早，艾米丽来到收容所，几乎崩溃地向工作人员讲述了发生的一切。收容所的经理决定必须彻底弄清米洛的问题，于是大家开始联系他以前的所有主人。米洛被暂时送回了收容所，等待进一步的安排。工作人员逐渐从他之前的主人那里得知了令人震惊的真相。每一个主人都报告了米洛对其他动物的攻击行为，他们都非常爱米洛，想尽办法想留住他，但实在无法处理他的这种行为，担心他会被安乐死，所以选择了编造各种借口，而不是透露他的真实问题。艾米丽感到十分痛苦，她明白米洛的行为问题很可能源于他幼年时的被抛弃，而频繁的转移让问题雪上加霜。可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无法将米洛带回家，担心他会伤害到他的其他宠物或邻居的动物。尽管如此，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放弃，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帮助米洛改善行为问题。收容所请来了一位动物行为专家，建议按照艾米丽原计划的方式，逐步在控制的环境中将米洛介绍给其他动物。工作人员决定暂时让米洛留在收容所，专门为他安排训练。艾米丽仍然负责米洛的训练，这样他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不让米洛觉得自己又被抛弃了。训练过程缓慢而艰难，他们让收容所里性情温和的老猫帮助米洛进行社交训练。米洛一开始非常抗拒，表现出焦虑和攻击的迹象，但艾米丽始终坚持不懈。她花了大量时间帮助米洛训练，慢慢的，米洛开始有了改善的迹象。几个星期过去了，米洛的情况逐渐好转，他与其他动物的互动变得更加友好，攻击性逐渐减少，他再次开始信任他人，重新展现出他曾经那种可爱、亲近的模样。艾米丽甚至带着父母几次来到收容所，让他们亲眼看到米洛的进步。最终，突破性的一天到来了，米洛和另一只猫一起玩耍，整个过程中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两只猫花了几个小时在一起，愉快地相处，
这是自训练开始以来的首次无攻击性互动。艾米丽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知道所有的努力终于开始见效。随着米洛的不断进步，艾米丽开始慢慢地让他适应他家里的其他宠物。几周过去了，每次互动都非常积极，米洛逐渐恢复了信心，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最终能够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与其他动物互动。他变成了艾米丽一直相信他能成为的那个充满爱和忠诚的伙伴。最终，艾米丽的家人决定正式收养米洛。这不仅仅是米洛的胜利，也为收容所带来了新的契机。收容所开始与帮助米洛的动物行为学家合作，确保所有动物都能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帮助。艾米丽为这一切感到无比自豪。如果没有米洛，所有这些改变都不会发生。尽管艾米丽希望早一点为米洛找到合适的帮助，但收容所的新行为改善计划将确保未来不会有其他动物像米洛一样默默承受痛苦。米洛的故事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为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家庭带来了希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见。